应中方邀请，包括法塔赫、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举行了为期3天的和解对话，并于23号上午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对话闭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见证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王毅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巴勒斯坦14个派别秉持民族大义齐聚北京，这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中的重要历史性时刻。中方对各派为和解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对北京对话取得成功并签署北京宣言表示祝贺。王毅指出，这次巴勒斯坦各派齐聚北京对话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实现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最核心成果是明确巴解组织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最突出亮点是同意围绕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最强烈呼吁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王毅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从没有任何私利，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我们看重的是道义，主张的是公正。法塔赫代表团团长阿鲁勒、哈马斯代表团团长穆萨代表巴勒斯坦各派分别致辞，高度赞赏中方展现大国担当，在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主持公道正义，对中方为巴内部和解对话提供的有力支持深表谢意，将落实好此次共识，加强各派团结，推进和解进程，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解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王毅外长在致辞中针对当前加沙冲突困境提出3步走中方倡议。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顺畅准入。第二步是秉持8人治8原则，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第三步是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并着手落实2国方案。3步走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在16号，也就是1周之前，我来参加外交部记者会。那天呢，就有外媒问到哈马斯和法塔赫是否将在北京进行2天的对话。发言人林健回答时说，如有消息，中方将适时发布。说明呢，当时外界就已经十分关注，中方也正在顺利推进。而从今天发言人毛宁发布的消息看来，超乎1周前外界预料的是，对话不仅仅是哈马斯和法塔赫两方，而是巴勒斯坦14个派别的高级代表。会谈也不是2天，而是进行了3天。可以想见，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中方促成的这一对话都大大超过了国际预期。有观察指出，1年前正是在中国斡旋之下，伊朗和沙特实现了历史性和解。如今在中国的努力下，哈马斯和法塔赫关系也取得历史性进步。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此次会谈开始前，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委员阿扎姆·艾哈迈德向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表示，法塔赫将以开放的心态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会议，并认真考虑结束分裂。哈马斯政治局成员胡萨姆·巴德兰则表示，哈马斯以积极的精神和爱国责任接受中方邀请，因为他们渴望实现民族团结。沙特官方电视台就评论说，中国的这一外交举动无论成功与否，都展现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与担当，值得敬佩。黎巴嫩媒体指出，法塔赫与哈马斯在中国会面并非新鲜事，却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中国作为在全球舞台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受到双方的认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评论称，这彰显了中国的外交雄心。因为中国有这个实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他们各自需要的一些困难。在哈马斯和法塔赫这个等等巴勒斯坦的这个整个大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呢，都对中国有信任感，这是非常重大的啊。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3号起开启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高级外交官首次获邀访华。中方为何此时邀请乌克兰外长访华？双方将谈些什么？来看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访华期间，王毅外长将同他举行会谈，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中乌合作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乌克兰危机，中方始终认为早日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和对话的一边，支持国际社会汇聚更多的共识，共同寻找政治解决危机的切实可行途径。据乌克兰外交部22号发表的声明，库列巴此番来华将讨论寻找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法，以及中国在实现持久、公正与和平方面的作用。访华前夕，库列巴还专门为中国网友录制了一段视频，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渴望和对中国朋友的期待。We have always treate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respect, and we want to expand our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trade and people-to-people contacts. I'm certain you have read a lot about us in the news, especially related to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Of course, we never wanted this war to happen and would like it to end as soon as possible. 而就在库列巴访华前夕，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被问到是否接受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时，说道：“如果计划完全准备就绪，如果俄罗斯愿意讨论这一计划，那么我们将愿意与合作伙伴一起同俄罗斯的代表进行谈判。至于是不是普京，这有什么区别呢？”这被解读为泽连斯基同意与普京进行谈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回应称，对于谁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肯定不是由泽连斯基来决定。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则表示，泽连斯基这些言论背后有何含义，所指的计划具体是什么，以及会朝着该方向采取什么举措，俄方目前无法做出判断，需要等待一些具体的行动。外界注意到，泽连斯基发表此番言论，正值俄乌战事依旧焦灼之际，尤其是乌军前线压力正日益增大。俄罗斯国防部22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天中，俄军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方向打退乌军多次进攻，并发动多次攻势。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93次战斗，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发动了6次袭击，均被挫败。我估计啊，这个俄罗斯，特别是普京本人呢，对于乌克兰整个这个事态发展的进程当中，他觉得乌克兰还缺乏这方面的诚意，这是第一啊。他觉得乌克兰只是摆一个姿态，争取一些主动性的筹码而已，这是第一。第二，他觉得乌克兰说话不算数，因为整个的这个乌克兰的危机走到今天一直僵持，是因为乌克兰背后有美国有北约。当地时间22号，美国白宫发布的一份备忘录显示，拜登根据有关为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法律，将其部分总统权力下放给美国财政部部长及美国国务卿。观察指，这意味着拜登政府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放手一搏。拜登政府此前一直希望能够增大对乌军援力度，却受到共和党的掣肘。如今下放拨款权，可操作空间就会增大。因为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而众议院是主管拨款的，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拨款的这项职能干脆就转到了国务院和财政部，那也就意味着他任期的下半年吧，他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推进俄乌冲突的这个进程。同样，也有分析认为，拜登在没有竞选负担之后，可能会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进政策。因而这种情况下，拜登是否会在俄乌冲突中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升级俄乌战场局势，固化战争态势，使欧洲面临更大的危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因为没有俄乌冲突，就没有北约的再次被激活，也就没有现在的美欧之间紧密的这种盟友关系，所以拜登政府很有可能会在下台之前给特朗普埋一颗毒丸，不会让特朗普轻而易举的去改变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颗毒丸就是在俄乌冲突上。另一方面，乌克兰方面也正为特朗普的回归做准备。美乌双方确认，特朗普和泽连斯基通过电话，两人承诺要通过谈判协商来
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先前表示，要是他在大选中获胜，会在明年1月上任前就结束俄乌冲突。同时，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也是美国国会内部主张停止军援乌克兰的强硬派。但外界注意到，尽管特朗普一直吹嘘他有能力迅速结束这场冲突，但都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做法。拜登退选后，俄乌局势、巴以冲突似乎都在发生微妙变化。您觉得拜登在剩余的任期内如何维持他的外交政策呢？虽然拜登仍然是总统，但是他的威望一落千丈，所以呢，说话也不怎么管用，外交上会采取随风飘荡的姿态。好些原本支持特朗普的外国领导人也赶紧通过各种渠道与特朗普接触。在俄乌军事冲突上，拜登政府会依法支持乌克兰，该给的钱呢会给，但是给不了的武器呢也就不再催促了。当然了，乌克兰也不会再抱怨了。我们都看到，拜登退选以后，乌克兰快速地调整了政策，一是泽连斯基提出愿意和普京谈判，二是乌克兰外长马上访问中国，这都是急救章。但是乌克兰知道拜登政府呢是靠不上了。在巴以冲突上，美国的发言权比较大，但是以色列总理内特尼亚胡在飞往华盛顿访美前说，他将感谢拜登在确保释放加沙的以色列人质、打击哈马斯上所做的贡献，但是呢，要与副总统哈里斯单独会谈，似乎呢已认定美国总统的权力正在往副总统转移。拜登前些天说呀，即将结束战争，研究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如何达成释放人质和停火协议，而哈里斯呢也说，是时候结束加沙冲突了，要尽快的结束加沙巴勒斯坦平民的痛苦。那么，拜登在下台前可能呢会促成巴以战争停火，但以色列对拜登意见能否给予足够的重视呢，还需要观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的关系呢，总是有点拧巴，不太顺畅。在亚太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天起就要访问亚太6国，包括越南、老挝、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为期10天，大概呢是为了告别的出访，减少盟友的担忧，给亚太国家一些安慰。至于提出新策略，或者是给印太盟国一些额外好处，好像都没可能。能够维持现状呢，就很不错了。拜登退选了，他的外交政策正在退场，在冷却。